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先欢迎我们的来宾，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敏，各位观众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还有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的是美国现在自己内部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尤其在富豪的这一头是在干杯哦，那么狂欢；另外百姓则是在流泪。今天也会关心的事情是，川普的家族他们现在靠着，包括他自己的朋友在内，靠的这些虚拟币暴富，美国人老百姓却活在悲惨世界里面，挨饿甚至没药医，到底怎么回事？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首先开场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帮我们做解读的第一个，刚刚讲到了，川普现在在金光闪闪的庄园开启了万圣节的派对，而且靠着川普币赚翻天了。但是从大家知道11月份开始，美国的4200万的这些低收的美国人粮食券已经正式的确定被砍，而且砍的金额是1半。这个是美国梦还是阶级的噩梦？今天会关心。第二件事情，不只是在经济上，美国民众面临到了很大的困境，包括现在连命都不保了。包括了抗生素，还有这些关键原料，全部都是靠中国的供应链，大部分都是靠这个中国供应链为主。现在救命药都买不到，健保自己美国内部则是暴涨了3倍的价格，60岁以上的。比较年长者付不起医药费，美国的穷人是病不起吗？接下来也会来关心，是不是共和党接下来会被反扑呢？因为最新的民调，67%的美国人都认为川普的所有在经济上面，包括关税政策是走错方向了。他的不支持率现在正式的飙破55%，民心崩溃之下，会不会逼得共和党这个时候自己跟川普来做切割呢？今天就这些议题都会来做关心。好，我们来看到美国政府停摆，从明天开始就会创下史上最长的一个记录了。同时间，美国现在贫富差距非常的严峻。刚刚提到的4200万人的粮食券被腰斩，同时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的川普人却在海佛山庄这边开启了万圣节的派对。当时大家看到的事情就是这个金光闪闪的一个派对上面他正在举杯庆祝，那包括川普一家人都到齐了。这个派对的主题叫做 A little party never killed nobody， 就是一场小派对不会害死人。但是更讽刺的事情是，现在包括了币圈，川普的这些有钱人的好朋友们，则是赚得盆满钵满。这是来自于美国媒体所做的揭露。川普的家族他们推出了各种的货币，不管是川普币、梅兰妮亚币，甚至是川普他的小儿子旗下的这一些货币等等，一年获利超过了10亿美元，换算现金流高达了30亿美元。大家都是赚饱饱的，没有想到另外一头的老百姓，他们的粮食券的补助被砍就算了。现在呢，根据统计，每个4口之家的这些低收入户，每月只能拿到715美元的一半，失去补贴哦。现在他们过得非常的辛苦。那根据了解，每个人每一天只剩下3美元的补助来过活，是连一餐都买不起的。联准会的理事库克也警告说，现在还不是最惨的一个状况，明年在美国的通膨还会变得更为严重，居高不下。贝森特也直接说了，接下来房市也会受到严重的衰退。而我们也稍微回顾一下，美国上一次关门的时间其实落在2018年的12月，大概时间是35-36天，冲击的就是包括了1/4的这些联邦的机构关门，80万多名的这些受雇人员，他们有因此会暂时没有工作，经济损失是100亿美元。但是注意了，5周的经济损失是100亿美元，但是这一次光是1周的损失就高达了70亿美元。那么从明天开始，刚刚说了，就会是这一次有史以来政府关门最长的一次记录了。节目一开始来请教聂老师怎么看了？现在有钱人开派对，穷人却在为着面包来做苦撑。美国现在是活在2个世界 L 型世界里面吗？聂老师怎么看？好，那先讲讲我自己人生经验。我自己本身在1980年中到1990年中在美国待了10来年哈。那当然，其实就我的感觉，其实美国这个政府 shut down 其实不是多么大不了的事情，从1970年就一直在 shut down。那么实际上，这个因为我们记得这一个应该算是从记录来讲，它是第23次的这个政府关门。
那政府为什么关门？大家都知道，大部分都是10月底，当然也有在年中的，因为是要10月初。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财政啊，就是财政年度啊 ，fiscal 这year是从10月1号开始，所以9月30号是最后一天，他们必须开始预算新年度的到来。他的预算，但10月1号开始，如果你没有办法拉锯，没有办法马上决定的话，你就必须关门了，因为钱不够就关门。但你知道哈，虽然我说有这么多次，我不觉得什么大不了，可是这次真的是蛮久，而且这次呢是又碰到了关税等等的一些因素，所以会造成比较严峻。就是这一次呢，你跟我讲日期长，你刚讲的7年前2018年也是川普那个时候哈，所以我现在讲就是说，之前大概平均是8到18天，大部分是这样子，但这一次呢却延长到这么长的时间，几乎是 double 在甚至比那个短的8天甚至4倍。我的原因要分析是因为这一次的所谓的财政没有办法咀嚼不定呢，我觉得跟现在就是川普过于极端的去做他的所谓的极端政策，就这个保护主义或孤立主义政策，以及人民对他有非常多不愉快的这种看法，那造成民主党当然跟他共和党的这个拿捏在财政就很难定论，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很长。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财政这个预算被冻结是部分部门还是完全，这是有差异的。那我现在不管怎么说，不管你是部分或完全，部分的政府就一定会失去资金的运作。这资金运作就是我们讲 cash flow， 就是人的血脉要血要流，不流你身体就挂了。所以你会发觉刚开始几天还好，那血脉也还好，或部分地方挂了还好，可是你发觉它越来越严峻，越来越严峻，而且我觉得最主要是还加上它的关税，从一开始冲击到很多的产业啊，你就很难生存。然后到现在人民呢也开始呢，不管是我们太多的地方可以讲，刚讲医疗部分或大豆有没有这些农民，他开始已经收入减缓，那你就各种补助你缓不济急，我觉得这时候就出问题了。所以我现在只能这样讲说，川普呢，跟刚讲海湖酸章这样非常愉快的一个举杯干杯，这个活在这个香槟泡泡里哈，这个东西却没有看到人民所谓在悲惨世界叫 Les Miserables 这个法国这种有名的歌剧，在悲惨世界中生活。我觉得部分人民甚至到了走进黑暗的地步，就是我觉得贫富差距这是自然的，全世界都有，它是一个 M 型的社会，可是它的 M 已经越来越宽，越来越宽，怎么造成？就今年关税之后呢，美国呢就造成了部分像刚刚讲的，不管是他在币圈或者部分有钱人看准了这个越波动越是投机的时候呢，就赚了越多的钱。那这些农民是没有能力的人，就被政府的政策呢偏导到了一个地方。我刚讲悲惨世界或黑暗这个时刻生活的人，这样当然就会越来越穷，越来越惨啊。当然你说房地产当然就会受到影响，因为它就影响到下一波所有人民用钱去这个我们讲房地产是一个这个重大支出嘛哈，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钱包越缩水，你所有的这个资产就开始会慢慢走downtrend。所以我担心这个美国这个会慢慢在经济会，大家现在好像这个景气股市都还不差，但我还是担心它的经济的未来。我就要讲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世上苦人多哈，我们有这个台湾的真人有讲过。可是川普呢，25岁接掌他的事业，27岁当了 CEO。你知道这个在金堆生活的人，你知道他缺2样东西，这非常严重。第一个，他在生活上他没有办法易位思考，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感觉啊，你没钱了，没关系，我补助你啊。他不知道，我跟你讲，苦难教育机会，从苦难长大的人才知道什么叫苦难。一个呢，经过了苦难才叫做磨练。他没有，他是在钱堆长大，他是另外一种生活模式，他没有感觉，所以就会产生这种所谓的差距。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他的视角，不只是生活上的这偏误，视角的偏误，就是他过于偏误的宏观。他一直在讲国家，他没有，他虽然说好像想照顾人民，因为他照顾人民是为了他选票啊，票仓。可是他这个微观去想到人民真正的 micro 的东西，他不会，他大部分都是想到他的格局，因为他是搞个大企业的，甚至在领导国家的，所以我觉得他这2个偏误，一个生活上的偏误，一个这个事业上的偏误，就会让美国可能会慢慢越走越偏了。好，现在美国老百姓哦，尤其是一些比较底层的或者中产阶级，都已经开始感受到，不管是关税或者经济战所造成的影响哦。那另外一方面，不只是在经济上面受到通膨的影响，压力很大。现在是不是连穷，如果你是比较穷的人，你的命都可能不保，甚至病不起了吗？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国手上握有在这一场中美贸易战被大家视为是稀土之后的第2个王牌，就是这个药品了。因为现在做了一个统计，美国的药品近半的原料都是仰赖北京来做供应的，那包括了有抗生素，还有多种的关键的药品。这是来自于这个作者是《中国处方》一书的作者，他叫做吉布森。他说，现在美国已经无法从头到尾去生产任何的抗生素了，尤其美国
现在缺乏这些统筹的机构，鼓励国内来重建这个供应链，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同时间，刚刚也提到了，美国现在的健保制度也让民众压力非常的大，因为保费暴增了3倍。一名60岁长者，他每月的保费会从460美元正式的飙涨到1380美元，变成说你要享有这些医疗保障，成为有钱人的专利。针对目前美国的问题，上次哥又怎么看？是的，这我最近看到那个华尔街有一个形容，我一直觉得印象最深刻。那现在都说，在整个美国的股市一直创纪录看起来就美国股市来看，美国的一切应该是欣欣向荣，但实际上现在有好多蛋，大大小小的，不知道是什么，有的大如鸵鸟，有的小如鸡蛋，各类的是什么呢？现在就看哪一个蛋会裂开，里头跑出黑天鹅。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有意思，因为过去来讲，在整个美国经济的各种各样的时代都有不同的问题，民主党执政的时候也都有，大概基本上问题的同质性比较高，很难想象现在此刻对于美国，无论是川普面对的，包括林老师刚刚提到，他不管，但整个美国社会民生所面临的是非常巨大的问题。整理来多是以美债为核心，包括现在联邦政府关闭为主，所涉及到的刚刚所有的民生的、教育的、航空，你能想象的一切现在都有问题。但是在这么多的问题当中，大家就来看哪一个东西会联动，让整个美国核心经济2个就是华尔街股市以及其中的 AI 目前整个全球的趋力。但是你说现在最厉害的美国股市当中没有裂缝吗？还是有的。首先，第一个 AI 科技产业最近都是大幅度的裁员，包括 Amazon 裁1万多人 ，Meta 裁，你能想象当中都裁，几乎没有裁几千人，包括先前你说英特尔都在裁。除此之外，就是 AI 泡沫本身，上次已经提过了很多次，就是现在辉达跟 AMD 投资 OpenAI 呢花钱去买甲骨文的云计算，云计算回过头来再买辉达的晶片，这个泡沫循环目前在推动一切。但是现在大家都问，那到底 AI 会不会赚钱？AI 会花多少钱？其实都没有人愿意回答，就是投资。所以这些泡沫，就刚刚讲好多蛋哪一个会裂开？目前认为可能说不定不是大的经济或刚刚讲 AI 企业那边裂开，是从民生裂开，有可能包括就刚刚思明讲的从药品。因为这里就牵扯到关税，牵扯到现在美国民生的部分的处境非常非常恐怖。因为现在要知道，美国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制造生产，无论药或者任何产品都要靠进口，以中国为主进口，现在叠加关税，就是关税本身已经大家没有办法负担了。而联邦政府关闭，基本的补助给不来，真是前无前路后无退路。这个绝望度有可能是民意过去在历来这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这么强烈的地方。当然，现在关税司法判决对于这个部分可能是一个引爆点，马上就要到了哈。所以这里头刚刚讲，因为这是联邦政府关闭很核心的原因，也就在于到底奥巴马要的那个健保。到底肯不肯？民主党就确定我要撑下去。所以你看，健保跟药，也就是现在所有一切的晃动当中，国会跟预算里头的症结点。所以现在跟这个药有关，跟民生有关，有没有可能是整个破盘的地方？不只是美国，现在到处都在看，尤其空头都在看，包括中国大陆等等也在看这个时机。对于川普的声望，包括我们讨论很多川普的现在支持率，一切的源自所在。所以这个蛋的这个观察法。感觉起来蛮不错的哈。好，对，确实不知道哪一颗蛋爆出来的会是黑天鹅。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到美国的一个最新民调，到底川普的支持率如何？67%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美国已经走错方向了。那么川普的不支持率现在来到了55%。对于经济政策不满的，则是有超过60%的民众都非常的不满，不只对川普不满，也对共和党一直挺川普这件事情是很不满的。所以呢，现在选民也表态了，接下来明年就是期中选举了嘛。他们说有一半的人，他们可能就会改去支持民主党了。到时候共和党的人会不会刻意的跟川普来做切割，保住自己呢？干哥又怎么看？川普他认为说，其实我跟你讲，我征收关税是一定的，这是很好的武器。如果没有这个武器的话，我们今年少赚了1000亿美金呢。当然他没有想到，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现在联邦最高法院准备要为这个事情来开听证会了。万一如果法院否决的话，你要怎么退这个关税呢？你要退起来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就等于说你原先得到的都一片化为乌有。所以最近的一次的
这个民调就发现说，67%的美国人认为他走错方向了。他走错方向了，其中大部分是什么？大部分是有高达87%的黑人，他们当然认为川普是走错方向的。可是白人认为他走错方向，也有高达61%耶，也不少哎。那西班牙裔是71%，那你就想想看说，这些都已经超过人口的一半，他们都认为说，他们都是小民都认为说，现在共和党政府是走错方向。那你走错方向，其实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得出来，保险费460块美金，一个超过60岁的老人家，你的健保费一个月大概是460块，相当于多少钱？台币的15000块。其实，在我们就是说在台湾的水准来看的话，这15000块还算是可以被接受的、正常的。结果现在你知道吗？因为关税还有通货膨胀造成的影响，现在要调高到一个月1380美金，那一般人怎么负担得起呢？那是接近4万块台币。你要是变成这样，这边我讲一个小故事，大家还记得吗？去年底的时候，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大概1年前，大家还记得一个常春藤名校的一个学生他叫做 Simpson， 他竟然在当街枪杀了美国最大的保险事业联盟美国健康公司。美国健康公司的 CEO 那 CEO 他把那个 CEO 给打死，当场给打死他叫 Brian， 他把他打死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从常春藤毕业出来的这个意大利籍的学生，他说我每个月都缴健保费，我是常春藤毕业的，我家是意大利的望族，结果当我有一次去冲浪伤到背的时候，我得不到1毛钱的赔偿，所以他当街枪杀了这个 CEO。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个 CEO， 你知道他每年他年终的时候，他可以拿到1500万美元的奖金，而一般老百姓根本得不到赔偿。所以川普，你在现在你所面临的是小民生活在什么的这个贫穷线上下，你只知道说为国家，刚刚聂老师讲的对，你的宏观就是你看到国家要怎么赚钱，但你不知道小民因为通货膨胀以及经济的压力，他现在我跟你讲，有很多人，还有那个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食物补助，食物补助你要是把它拿掉，对，一家4口之家一个月有2万块台币，就大概700美金的补助，你把这个拿掉，你知道大家现在是什么？剩饭剩菜。没有看过美国的低收入家庭的情况，你不会了解，他们需要靠食物券。对，现在因为已经食物券不能发了，为什么？11月1号开始就不发了，为什么？因为没钱了。现在州政府正在想办法要发这个东西，但是你还是要等啊，对不对？那这些贫穷线下的家庭，他只能够靠自己。坦白讲一句，这就是一般普罗大众真正的生活，川普没有看到，所以他在明年的期中选举，我觉得他会面临很大的压力跟麻烦。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世